，Hello，我回来了。哎，回来了。我还以为你要天黑了才回来。哎呀，车今天有点晚了，要不然回来早。干嘛？这么多好吃的，在干什么？来，这个好吃，这个。你看了？日本黄灰啊，这个。你被喷的不轻。本来我都不敢跟你说，今天那个真的。今天好累啊，今天开学。我看你受不了。所以我是回来的路上才看的，然后回来想了一路，真的心里面特别不舒服，真的。不要想太多。哎，我总结了一下啊，大家对这条视频的评论主要有3点。你要让三嫂总结一下来，看那么久了。真的，你总结了没有？我总结了几个。他跟我说总结了2个点呢，是3个点。你姐姐买房子为什么要你来借钱？然后还有一个，压主哥压力那么大，什么伤害压力那么大，还要向他们借钱。还有，你跟周医生2个有工作，难道这10多万块钱都拿不出来吗？还铁饭碗？没有，我帮你解释一个吧。就是你跟我们借钱那个事，其实。你说要，对吧？要借钱买那个房呢，是我跟3哥还有3少也说过了。我说他姐姐那个钱定期了，因为你之前跟我说嘛，他那钱定期了，现在不想拿出来，因为你定期跟活期那个税那个率是不一样的，对吧？利息不一样，差很远，差得很远，所以我们不想让你去动那个钱。所以也不是，其实还是我说吧。对，也不是大家说的，是他要跟我们借钱。其实也是我要借的，确实。其实我总结了一下，大家的那个评论主要有3点。第一点就是对秋子的什么啊，说我哭穷，就是对秋子的收入有质疑。我在这里跟大家明确的说明一下，确实自媒体就是网络自媒体的诞生啊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。我们呢都是受益者，可以说真的啊。这点不否认吧？对，西瓜视频和今日平台呢，确实是富裕了很多人，也让秋子和丫头哥3他们都富裕起来了。但是这个只是相对性的，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，就说我们年入10万啊，月入10万啊，年入几百万啊，其实没有的。我们的收入跟我们的付出是成正比的。我牺牲掉了所有，我们几乎牺牲掉了所有的休息时间。拍视频、剪片、回复评论，然后包括后面的做电商扶贫，这些都是花了很多时间。我们不偷不抢，所以我们得到了应得的收入。所以这要感谢平台，感谢自媒体，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吧。然后第2点就是刚才3嫂说的啊，网友们的质疑，就说我跟周医生2个人都是工作人员，可以说有工作的，还做自媒体，怎么17万都拿不出来呢？我很想说，秋子在做自媒体之前是一个富婆，富庶的富啊。我之前欠了有20你就说你们买那个2手房。对，我跟周医生在一起的时候就说为了更好的生活，在县城买了一套2手房。当时我们2个手上只有7万块钱，因为刚刚参加工作1年多，然后我们2个存了有7万块钱。那个时候是真的很节省哦，就去买了一套2手房，是20多万，然后加装修的话，大概就借了有20万左右，就慢慢的还嘛，慢慢的还。后面做了自媒体，确实是，然后2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花了1年多时间，差不多就把它还了。还了之后手上确实还有一点存款的，我还想着存着买一台车什么之类的，但是可能是上天对我们的考验吧，对我们爱情的考验。好像是在我们婚前，我们是18年登记结婚的，我都忘了，我们是18年是吧？那我反正是在是在婚前。有一次他做手术，休克了，才发现他有严重的那个心脏病，然后就去做了手术，花了就是报销之后啊，差不多就花了9万块钱。你那次都没有，几乎就倾家荡产了。你那次去了回来好久才跟我们说，对吧？
当时去的时候没有想过那么严重，就想着去检查一下，外面医生就说直接做手术了，就在那边做手术了。所以那个时候我不是提前跟你说要拍库存视频吗？我听周医生说他可能还要去做第2次。对啊，现在我们2个就存着钱去做第2次手术，然后再加上可能我这个人生也是有点多舛，命运多舛嘛。我爸爸走后，然后我又抑郁了一段时间，也花了不少的钱，然后又，那个备孕嘛，挺有压力的，大家催生嘛，也想快点生个宝宝，然后就周折了很多，跑了很多医院，去做了很多检查，差不多前前后后也花了好几万，确实有了，2、3万是有了，再加上在家里面买地啊，还有就是我们拍摄频买的一些设备啊、器材啊，可以说所剩无几，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有钱。然后现在这17万呢，说实话我们2个真拿不出来，因为跟大家透露一下，我工作也没有多长时间，1个月工资也就3000块。然后周医生的话，他也还是合同工，他没有转正的，所以工资不是很高。他跟我说了好多次，他说他那些同学要他去广东。但是叔叔走了的又不想出去了，他说。对呀、可能是我的命运还是比较多舛，我爸爸走了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他到外面去的话，做主刀医生肯定工资很高。但是他就觉得，如果留我一个人在家里面，更加舍不得吧。毕竟我爸爸走了，我就从一个小公主就变成一个顶梁柱了。累。以前我爸爸在的时候，对我爸爸在的时候，我可以说我真的是无忧无虑啊，什么都不用想，好好生活就可以了。第2个问题啊，是啥来着？你姐姐，真的，她是那个怎么说？就说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做自媒体，我们是不管多么辛苦、多么累，我都能够顶得住。但是就说他们网友去喷我姐姐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不想那么多，不想那么多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真的不要哭了。想了太多。我受不了。你知道吗？我都不敢流泪，有很多时候我都很想哭，我不敢流泪，我只要一流泪，然后就会又有朋友说我在装可怜，然后我在博同情，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很累很累。然后今天我看到那个评论的时候，我真的是我在公交车上面，我差一点就哭出来了，但是我还是忍住了。然后我姐姐发信息给我，她说你能不能删掉那条视频？然后我身边的人都在骂我。说我没有钱，还要买什么房子，还要妹妹去借钱。不要想那么多。不要哭，又不是他那么说，又不是他那么想的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确实是我没有做好，我就是在拍这条视频的时候没有跟大家把背景交代清楚。其实我姐姐，她常年在外面打工，她打工了有是我剪辑的错误。没有，我跟你说，我姐姐在我上高中的时候就出去打工了，她只比我大1岁，你知道吧？然后我爸爸就觉得我们2姐妹，然后就只要好好读书，他都负担着。但是我姐姐她就觉得，可能是还是个人兴趣爱好嘛，她就喜欢计算机，然后她就出去读中专了。读完中专以后，她才16岁，16岁她就出去打工了嘛，然后一直在赚钱，赚钱就供着我上学，包括我上大学的生活费，有的时候是那个学费，那时候学费也不少的，一年的话也得1万多块钱，都是她在供我，所以我对我姐姐的感情真的是特别好，她就像一个小妈妈一样的照顾我。所以现在我爸爸留下这套房子，我们经过考虑之后，我就想给我姐姐。为什么给我姐姐呢？第一，他们的房子要拆迁了嘛，我就想着拆迁之后肯定有几年是没有时间，是不是？没有房子住，是不是？我想着这个房子很快就可以交房了，然后就把这个房子给他。第二呢，我跟周医生已经有1套房了，我再去买1套房的话就变第2套房了，没有必要，是不是？然后而且我相信再过几年，我跟周医生一起努力，就说把周医生的身体治好之后，我们还是可以再去买第2套房的。第3就是说，关于我姐姐这个首付的问题啊，是这样的，就说她在外面打工，她也存了一笔钱，后面又建房子，在外面也有一点外债，这些都是我姐夫在还。然后我姐姐开了一个店子，是不是那时候也亏了一点钱？不过这没关系，因为我姐姐平时省吃俭用，她在外面存了一笔定期。
这笔定期呢拿回来付首付的话，应该是差不了多少，再加上就说我这边提供一点的话，就差不了多少。但是现在就说他的定期啊，还有2-3个月到期了。如果他现在提出来的话，就变成活期的存款，利息就会少很多，就觉得没必要，所以我就商量了一下商量一下就跟那个大哥还有三嫂他们借嘛，但是我没有交代清楚。结果造成这种误会，我估计我姐姐今天也没有过好。说实话，真的觉得挺对不起你打个电话给他。我没有想到说。我都不敢给他打电话。对啊，我没有想到说，我只想着拍视频，就是说记录这样的生活嘛，是吧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我的举动，然后伤害到他了，然后也造成朋友们的误会了吧。哎，你怎么出来？反正这么多人都会有不同的声音，我们要去接纳，但是不要去怎么说呢？就是说，有那种攻击的语言，去贬低一个人的语言，这点我们确实有点难以接受。你们说其他的一些东西，对大家对我的评论我真的没有看法，但是说我姐姐这个真的是。我们确实姐妹情深，哪怕我就把这套房子我全款付了，我送给她，我都觉得特别值。我跟你说，因为姐姐对我的这种可以说是半养育之恩了，真的是一辈子都回报不了的。大家可能有的朋友感受得到，有的朋友没有感受不到的，真的。这个没办法，就是去决定别人怎么说了，这个。对，就像我跟三嫂，我就经常在那。我昨天播下有个人在说：“你这个丑男人，给我出去！”我是经常被喷的，真的，我经常被喷，但是没有，你这样喷可以，但是你不要去贬低我们身边的人，因为身边的人，哎，怎么说呢？这个东西，反正你控制不了人家，人家要怎么说，你还能怎么样？但是我们有一点，就像你这个东西，你一定要跟我们的怎么说，还是要跟他们说清楚就好了，很多事情，对吧？对，以后是有什么事的话，也都跟我们商量。对，你有什么事不要一个人扛着，你回来要跟我们说，知道吗？你老是一个人扛着，到时候你那个抑郁症又出来，你信不信？所以确实，这2年下来，我真的是心里面内心承受，有的时候真的会承受不住。自从我爸爸走了之后，哎，紧接着就是抑郁症，然后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有的时候真的会绷不住。想哭，有的时候情绪比较低落，然后说到某一件事的时候，大家又说我在博同情，我觉得我好难啊，真的，有的时候快挺不住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你们，然后想到有这么多支持我的朋友，然后你们还有他们都是我无形的动力，然后又坚持下来了。来一个，我想吃。其实真的跟你们在一起，来一个，体会到了。很温暖的家庭，哎呀，有很多朋友甚至质疑，就说是丫头哥请的我来拍视频啊。我是老板。说丫头哥是老板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永远都是一家人。对，其实包括我姐姐，然后丫头哥他们都是感情特别好的，但是姐姐常年在外面，她没有办法说经常跟我们这样交流。所以最后我们说点什么呢？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秋子的支持吧。真的，这么多年来，真的要感谢大家一路来对我们一家人的支持吧。各种声音我们都能接受，但是我希望大家以后发出声音的时候，能够考虑一下我身边的亲朋好友。然后大家说秋子怎么样都没有关系，但是就是说不要让大家看到的第一视角，然后去评判我身边的每一个朋友每一个人。我希望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被善待，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被善待。包括你们都知道，看了秋子这么久的视频，你们都知道他做这个东西还是兼职的，所以有的时候我出来了，三嫂出来多了，你们就不要说这个要改成叫什么乡野小伙，那么有的人他说乡野丫头，乡野小伙，再丫头还没出来，变成乡野小伙。没事，我现在已经心情好多了。大风大浪，秋子都能够承受得住，因为有你们。再来一个。谢谢。这个真的好吃，对吧？好吃。这真的好吃。拿个小的。吃饭了。吃饭。我去把杯子洗一下。